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老伙计徕卡云这边的活动。11的时候呢，让利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全场可以达到3.9人民币每月，2和2G 的美国的20兆的带宽的服务器。这边还会有香港的、韩国的，下面的话是更高需求的一些套餐，看样子是主打这种优惠的服务器。那我们选择一个香港的，原价呢，它这边是29人民币每月，支付价格呢就是3.90微信、支付宝还有银行转账我们需要勾选一下服务条款，服务器就到手了，应该能收到短信，就已经进入到服务器的一个页面，这样就买好了。账户里有余额，所以它直接就跳过那个支付了，通过 IPv4 的地址，开始菜单 CMD 回车。我们拼一下这个 IP 怎么样？符合香港延迟的第一梯队。那我们上机来瞧一瞧，它给我们了个 Debian12的系统，密码在这里头，密码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，当然你后期可以去改这个密码。对，我们来运行一下，第一次需要确认。这样呢我们就连到这台服务器上了。我第一次的流程是摁 K， 新系统里头不集成我这个脚本有点尴尬。我们到我的博客这块就是脚本的文章，我们往下滑默认的一般都是带这个 CURL 的，那我这边肯定都是带的，直接这样的。第一次我们需要 Y 回车，貌似 IP 还是原生 IP 纯净度也是还不错，属于低风险。我们看它北京电信怎么样，它这个就给我们暴露了2个节点，相当值的感觉广州移动的，广州移动应该挺香的，尤其香港这边14毫秒嘛，离得非常近，技术面看不到任何信息。其实我们测试呢，其实分几个维度，就是一个是硬件层面上的，一个网络层面上硬件层面上也是我们做测试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，因为我们要考虑高并发、高流量等等这些建站的需求，肯定是会考虑的，而且一些复杂应用场景也都是有参考价值的。网络当然是最重中之重的，但是硬件性能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像我们最近看那个极客湾，人家自己买的这个硬件来做各种机器学习做各种应用场景，使用上是非常丰富的。Linux、Windows 组建一个局域网的云游戏的这种概念都是很超前的。我们这个量级呢，就只能玩玩云服务器就自己搞服务器还是代价挺大的，花个好几万。小型企业可以自己搞一个物理服务器，服务于公司嘛。但是绝大部分的业务可能该上云的还是会上云这是一个趋势。CPU 单核性能是640，多核性能是1200，属于中等水平，不高也不低。硬盘也属于一般偏下的水平。这边呢是3网的测速情况，都能达到它标称的10兆每秒。好，这边呢显示的是它的一个延迟情况现在缝合怪越做越专业了，然后包括这些解锁状况，关于徕卡云后台操作的一些相关事项，包括常规的开机关机这些重启它都有硬重启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VNC， 如果你的小机 SSH 连不上了，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登录后台服务器来看一下机器的一个情况，输入你的账号密码。当然这里头呢中文支持的就不是特别好了，Lion 的脚本也同样是可以使用的，你对脚本足够熟悉的话，你可以去盲操作来唤醒你这台 VPS。SSH 连不上，你可能把端口一全部关闭，那小机又能连上了我都背下来了5就会去把防火墙全部关闭。对脚本的足够熟悉，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它这边的密码也是可以修改的，如果你觉得这个系统呢不是你想要的，这边可以更换系统。包括 Windows 它也是有的，我们可以选择数据中心的一个版本22，一般来讲用 Windows 是比较常用的，尤其香港地区的话 Windows 的体验是非常好的，远程桌面挂一些 Windows 上的服务任务都是比较方便的，都可以走3389这个接口。下面呢它还可以支持一些文件传输还有我们的快照，快照是比较有用的，相当于一个备份，如果你小机出问题了，你可以快速还原。对安全比较讲究的话，你可以去调整只允许22端口
80、443端口开放，其他端口全部隐藏，还有日常的一个监控啊，它也都是有的。好了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徕卡云这边3.9元每月的小鸡上手体验。哦，对了，他家的流量3.9元的流量是300G，欢迎大家收看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